OK， 我们今天来剪这一款的时候呢，我们首先对一个发质的判断，它的发质呢不是特别好，下面呢这里全是就是已经开始接近棉的感觉。那我会帮它剪完以后呢，它后面头发肯定要去给它去剪短，两侧头发呢这里会留点小鬓角啊，稍微短一些在耳垂左右，然后上面前面的头发呢我们会看到这里会有一点已经是蛮短了，那我们会以这个长度为准，往后走的一个短发。好，那我们先来做一个分区。分区的话呢也是一样的啊，比较简单，先分一个中心线。OK， 我们把它分区分完以后呢，我们会看到这分区是蛮高的。为什么分这么高？首先它的发量超级多，超级厚，我要把内侧头发都做一个去除。那我们会看到它有个中分，然后前后分开，刚好是分到我们耳后的位置，然后斜向后的一个分区，分一个到位。那这个到位呢也是分的比较微的，目的是为了让这个头发呢产生一个很好的一个收紧的效果。然后后部区跟两侧区都是一样。那我们先开始来裁卷。我们裁剪之前呢，我们要先把这个区的量感给它去拿掉。我们也可以先剪两侧，都可以。我们可以从头发的正后面开始，从这里开始剪，做一个三角形的一个轻堆积层次。那分区分的比较高的时候呢，我要的目的是为了把这个地方给它去收紧进去。OK， 好，头往前低一点点，然后从头发的正后面开始。起一片头发做引导。首先呢，我会将头发提拉到我们接近90度，然后手位呢摆一个向内的一个堆积角度，从高逐渐的降低，好，逐渐降低下来就可以了。那这样就得到一个慢慢往下收紧的一个效果。好，第二片头发。我往长发的方向倒一点点，哎呦呦，往前，还是一样，从这里开始斜向前，也是用相同的方式，把头发呢，第二遍靠向第一遍头发，但不要靠太多，也是从高的位置，随着头型走，慢慢往下，一直剪到我们边缘线的位置。好，第三遍头发，还是一样，分斜向前。将这边头发呢，微微的靠向之前的那边头发，手指向内收。那一定要从根部慢慢的把头发梳出来，每边头发呢不要剪太多。好，那这样剪完以后呢，它这里就会得到非常好的一个堆积的一个效果，并且有个收紧的感觉。好，一样的是斜向前。一样拉到我们的一个接近90度的位置，随着头型走。那应对这种发量比较厚的头发呢，来剪这样的一个层次呢，它的效果是非常好的。它既起到了一个收紧的效果，还能起到一个很好的饱满度，这是我们经常会去操作的一种手法。这里也是一样，分一个斜向前。那我们到了转角区的时候，我们要非常小心。到了转角区的时候呢，这个时候我们要去想一个问题。假如说我这边头发还是一样的，随着头型下来的时候，可能又会把这里头发剪短掉，所以我们有个技巧，手位跟随分线还是一样，先拉到我们这个点上，从高往低剪，剪到我们接近边缘线这边头发的时候呢，我从一个斜线的发片呢角度呢旋转到一个水平垂直。那这样剪完的好处是什么？它可以更好的去保留我们外线这里头发的一个长度。就是还是一样，把这头发呢角度梳起来，往后微微的靠一点点，从高往低下降，剪到我们接近外线的时候呢，手位旋转成一个垂直的一个角度，尽可能的去想着去保留我们这边的一个长度就可以了。继续。到了这里的时候呢，耳前的头发呢，我们可以以后区头发做引导，把这里头发呢直接垂直拉高，直接把它角度拉高，不用去降低，拉到一个反曲线的角度，做一个反曲线的裁剪就可以了。那这样的好处是什么？这样剪完以后呢，它有一个很好的去放长我们外线的一个长度，那并且呢能把这里的量感尽可能的多拿掉，都是斜向前，把这个角度拉高。
与头型相反的角度去做就可以了。好，每边头发都是一样。好，都是一样，角度拉到一个垂直头皮90度以上的一个角度，不要收进去，手位是有点反曲线的感觉。最后一片头发也是一样，全部给它拉起来。这里呢慢一些，因为头发的把子不是很好，很容易贴着我们的这个手臂上，就是你会发现这样很容易会剪到手。那我们这样做完以后，我们会看到这里有一个非常柔和的一个效果，但是你会感觉到这里还是很长。那我们这里的后面这里呢已经全部都出来了。那我们要把这个角给它去一下，因为刚才是剪的三角形全部往后带的，我们现在再做一个去角，将所有头发呢全部向前梳理，把这个前面的这个角呢把它给去一下，就不要让前面这个角太长。好，那这样子剪完以后呢，它这里呢就柔和了很多。它同时还是有个问题，就这里头发呢还是不是特别好看。那我可以再从这里开始横向提升，把这个角再稍微的收一下。因为刚才是提高裁剪，我们可以横上提升，拉到水平的位置，稍微的剪一个平行的切口，看得到吗？每边头发呢都是横向裁剪。好，就把这个外线稍微的剪短一些就可以了。这样子就得到一个非常好的这种去除的一个鬓角。OK。这个面呢我们就完成了。那我们在裁剪另外一边的时候呢，把这往侧过去，我们要从这里面开始分斜向前，也是一样的方式。我们剪这边的时候呢，我们也是一样，以这里头发为引导，我们要把头发呢从发根梳出来，找到我们底下的引导线，从这里开始慢慢的往上走，逐渐提升，尽可能的看到我们这个地方头发是收进去的就可以了。好，一样的是斜向前。那我们这边用夹子固定一下，也是从发根梳起来，从根部往后稍微的偏一点点，手固定住就可以了。从下面开始，逐渐提升我们的一个角度，不能往下降啊，往下压了以后呢，这边头发很容易剪重、剪长。OK， 那我们这边头发剪完以后呢，我们就会看到这里的会有一个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睡尾的感觉，还是一样的方式，斜向前，放到耳朵前面去也可以，头侧过去。啊，这里也是一样，我们把头发微微的向后靠一点点，也是从底下的地方开始，逐渐提升起来，手位呢一定要往高抬，这耳朵挂不住。现在耳朵是往里盖的，好搞一点的。这边也是一样，那剪这边头发的时候，刚才我们讲到过了旋转，所以我会把这个头发拉起来以后呢，我会先剪上去，外线的头发呢，我们先不动它，然后我们最后边正的头发呢，我们从这个角度上旋转成一个垂直，那这样子也是一样的，就想尽办法呢，去保留我们外线的这种长度，要不然很多人会把这里剪短掉。这是蛮关键的一个点啊，一直剪到我们耳朵前面这里就可以了。好，还是一样，把这边头发呢，还是微微的向后靠一点点，从低的位置开始，逐渐提升。把这里头发呢拉出来以后呢，把这边头发呢拉出来以后呢，旋转到一个垂直面就可以了。好。还是一样到我们前面的区域，这里的头发呢，我们用一个高角度的一个去除，从这里开始，把这里的角度呢全部提拉高，
做一个反曲线的一个去除，保留我们外线的一个长度。每片头发都是一样，全部给它拉起来。尽可能的把这里的亮感全部拿掉。如果那一侧亮感不拿掉的话呢，上面头发盖下来呢，它一定是很重的。好，那我们以后面头发做了一个连接，把这里亮感拿掉了以后呢，我们再把它前面这个角呢，用相同的方式，把这一面的角全部往前带，往前梳理，把前面这个最长的角呢，再给它去一下。就不要让这个地方有角就可以了。好，那这个角一去呢，这里的鬓角的长度呢，它也已经出来了。那我们跟那边一样的方式，把它打过去，从这里开始斜向后，拉到接近一个水平，把这里的头发呢，长度呢重新再稍微的设定一下，把这里剪短一些就可以了，水平裁剪就可以了。所有头发呢都是逐渐提升，这边的鬓角呢它也呈现出来，这两侧头发呢剪完以后呢都是非常柔和的一个收紧的效果，这边也达到了一个这种感觉，这是我们底区裁剪的一个方式。那我们把这里面头发剪完以后呢，这里就会呈现一个收紧的一个效果，两边的鬓角呢我们是在耳垂以下一点点。好，我们开始可以去剪一个后部区，这个区我们要考虑一个问题，就是这个区头发跟下面头发是否要去做个连接。那如果说我们要去做连接的话呢，怎么样去做一个这样的一个连接？那有两个问题，就如果说我现在去给它去做一个连接下面，它就很容易会剪完以后呢，上面头发会短掉。那我想把这里头发呢做一个不连接，我会从头发的正中间开始，还是一样起出一片发束。然后我会从这里开始把头发拉出来，从根部梳出来，然后我们梳出来以后呢，这是底下头发，比底下头发呢长一个指位，啊，就里面头发掉了，那就可以了。从这里开始，就不要跟它里面头发连接起来，长一指位，梳出来以后刚好掉，然后再从这个位置开始，随着头型往上走，慢慢往上走就可以了。那手呢，还是摆一个堆积的角度。手一定是摆一个堆积的角度，那这样剪完以后呢，它这里就会有个饱满度，它是可以扣到这个位置的。您看这个位置饱满度就可以了，还是用相同的方式斜向前。我们也是用一样的方法来操作，把这边头发呢梳出来以后呢掉了，那我们就从下面开始逐渐的提升起来，好，慢慢的拉到接近水平就可以了。一直都是一样的一个方式，把这个头发呢全部梳过来，从低逐渐提升起来，慢慢的拉到我们的水平的状态。我倒过去真的。那我们剪头发我们会发现，很多客人呢他并不是把我们头发的剪得有多短，他们才会喜欢。可能就是在一些发型上有一点点变动，他就会觉得是变动蛮大的，所以我们不需要刻意的去把头发剪得超短。再说很多年轻的女性呢，也不喜欢自己的头发剪出来是属于那种超短发，那还是需要头发有一点点长度的。不管你怎么去裁剪，还是要留住我们女性的味道，这是我们的一个所谓的宗旨。就剪完以后呢，还是要看到女性的味道。好，这边我完成。另外一边从这里开始。那我们这一次出的视频呢，我们没有用特别多的不同的手法去裁剪，其实基本上都是一两个手法我们就可以完成好几款发型。就如果说你要有一些很多种不同的手法呢，那我们可能会在我们的商业课程里面它会去讲解到，但我们这个视频里面呢，我们出的这些视频呢，它都是简单的几个手法，它就能达到相同的发型。好，慢慢的往下降就可以了，讲到我们剪不到为止。最后一边头发也是一样，微微的向后靠一点点。不是你靠，就是我这边剪的时候微微的往后靠一点点就可以了。
然后我们会感觉这个脚长了一些，把这个脚再收一下，那这里就会得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饱满度的一个效果。这个头发呢，我们这个区剪完以后呢，我们就可以开始来剪前区了。这底下区呢，我们会看到它又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饱满的效果。把它从我们后部区以这里头发做一个引导线，把头发全部放下来，从头顶区开始，正中间分出一片头发，把这里的头发呢，我们以后面的头发呢做一个连接，全部垂直拉到头顶区，剪一个顶部的一个方形去除。好，我们也不需要过多很酷炫的手法，剪平就可以了。好，每一边头发都是一样，把这些头发呢全部拉到头顶区，全部往顶区的位置上带就可以了。我们只需要剪短就可以了。这个发质不是特别好的情况下呢，我们下刀了一定要慢。这里也是一样，直接垂直拉高，全部都是用一样的方式，全部拉起来以后呢，平剪就可以了。另外一侧，这剪头发不需要特别快的一些手法，就是我们要干干净净的，学会把我们的每一片头发呢拉到我们要剪的位置上，把它剪掉就可以了。啊，也不需要刻意的去做一些很多不同的动作。最后一片头发也是一样，全部拉起来，剪掉就可以了。好，当我们做了这一步动作以后呢，我们再会把头发呢去分到我们刚才的一个分线上，刚才是因为一个中分，那我们就再把头发呢分到我们刚才的一个中分的位置上。在这我们会想一个问题，就是如果说我把头发全部拉到头顶上去剪完以后呢，顶上是做了连接，但是我们侧面头发并没有连接，怎么样来做这个侧区连接呢？我们可以从这里开始，把所有头发呢全部往这边的侧面的转角点带，连接我们这个侧区的头发，拉到2个转角点就可以了。好，把这里稍微的做个大概的连接，这边也是一样，就是我们可以用这个手法，把头发全部拉到这个侧区的转角点，一样的方式剪掉就可以了。那我们会感觉到这样剪完以后呢，它很明显的就会有一个类似于镰刀头的感觉。那这个是我们很多发型师在生活中剪的时候他会遇到的问题，这种头发并不好看，给人感觉是老气的。那怎么样给它剪出一个比较有美感的一个短发呢？那一定是要把前面剪成一点点半圆的状态，就是刘海区呢要稍微短一些，圆的过来它才会好看，而不是有一个这么重的三角。你会发现一个问题，这么重的三角形给人感觉就是一个很凶很酷的感觉，所以我会把刘海区开始去做一个裁剪。那我想把它刘海区的头发长度呢设定在我们的就是干了以后呢，它是刚好随着我们鼻尖的位置往后走的。那所以这里的长度呢，我们不能剪到鼻尖，而是鼻尖以下一个指位，从这里开始，刚好也是看到它的一个长度。那鼻尖以下的这个指位剪完以后，我们会看到这里头发落下来的时候呢，它一定是什么？往后走的时候一定是刚好是沿着这里过来的，这就是我们要的一个长度。然后我们再以这里头发为引导，我们可以从这个区开始，先把角度拉起来，水平拉高一点点，先剪一刀，再随着头型过来，再来一刀，也就是这2刀一剪完，在这里呢，它就形成一个非常漂亮的这样的一个弧度，这样的一个弧度它就出来了，刚好可以接近盖住里面的头发。每边头发都是一样啊，斜向后。那下面一片呢，要比刚才那边头发更高一些，角度更高一些，也是一样，因为刚才我们已经去过角了，它能剪到的并不多。随着头型走，好，随着头型走就可以了，逐渐下降，这个就有点像剪圆形了。这个手法呢，也是在生活中非常多的一个手法，也是我呢经常会用到的一个手法。好，就剪不到了就可以了。那我们来看，现在这个比例呢，它就很好看了，给人的感觉它就是一下圆过来以后，它就看到这个头发比例就很漂亮了。那我们等一下再把这种地方呢再打薄一些，太厚了。
你看比起这边的话，相对来说那边感觉会更好一些。这边也是一样，分斜线，比刚才那一步呢角度更高一些。从这里开始，先剪一刀，再随着头型过来收进去，手位一定要向内收才可以。手位不向内收的话呢，这里头发呢它是不会短的，不短的话呢，这个地方就很重很长，下面一片头发就更高一些。去掉，你看我们也剪不到太多头发了，再随着头型下来，慢慢的往下走，一直剪到我们剪不到的为止。这个是看似简单，其实还是需要练习的一个手法。这边也会得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形态。上面头发跟后面头发全部剪完以后呢，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形态。它是一个这样的一个椭圆形，后面是一个三角形的一个组合，就圆形加三角形的组合在一起，平时挂耳。然后我们要做的是怎么样把这些头发去打薄一些，这样的一个结构的框架它就出来了。那打薄的时候呢，我可以用到牙剪把这个区域处理一下，我们再去做吹干，不然头发太多了。我现在打薄的话呢，我可能不会去打它的外线，外线并不是特别多，并不是特别厚，我可能会把它的上部区的头发的量感拿掉一些就可以了。从头发后部区这里开始，从这里开始，分区依然还是很高，就是外线可能不会动它，外线不用去打薄。我们把这个区的量感尽量的多拿掉。那我希望这个头发呢，两侧这里的量感多拿掉一些的时候呢，我会从这里开始，用剪刀尖垂直进去打接近根的位置。每一个区域都是一样，垂直进去打根。这个头发很多的情况下呢，必须要用这个动作，那发梢也可以再揉合一下。尽可能的把内侧的头发量感拿掉一些，也是一样，垂直进去打根，发尾。处理发根的时候要小心一些，别打太狠了，打太狠头发也没有质感。所有的头发呢，多的地方一定要处理到根，不处理到根的话呢，这头发是没有办法变薄的。一直到中间的地方也是一样。那我们这大片的拿出来，看有没有特别多的，再打一下，可能会打2片。好，一打完以后，我们就会看到这里就很漂亮了，一下就收进去了。就一定是打完以后有效果的，而不是说牙剪拿过来以后就知道打薄。就马上就能看到打完以后的效果。好，上去。上去这里打薄的时候也是一样，你看这么厚的一个头发，你不把这里的量感拿掉是没有办法去做的。所以这片头发呢，我们也是一样的，拿出来以后呢，我们从这内侧开始打出来。一定要把这些头发从内侧开始打出来。这里打个堆积就可以了，不要打去除。打去除呢，头发就很容易会毛躁。表面一层留住，不要打。表面一层打到的话呢，头发也会毛躁，尽量的还是要留住一层。我们也可以把这头发全部拉起来以后呢，在发梢的位置呢，再去处理一下。应对多的头发没办法，
我们就要重复的去操作这个步骤。把所有头发都拉起来。好，那做完以后后不去了，打完以后就柔和了很多，柔和了很多。那我们可以做一下两侧头发的一个打薄的一个方式，从这里开始。我们把上面头发先夹起来，把内侧的头发呢，耳朵以上的这个区域呢，接着根来一遍，发尾的来一遍。因为我们这头发等会要夹到耳朵后面去，那这姑娘呢，平时也会喜欢去夹到耳朵后面去，所以我们一定要把这里头发的量呢，可以多拿掉一些。好，就表面区，垂直的拿出来。从内侧打出来，把它发烧就可以了。这是针对这种发量多的，我们可以这样做。但假如说会有很多人问老师，那我这个头发就是剪完以后不打薄可不可以？也可以，就是应对发量少一些的，我们可以这样做。或者就这个头发你想保留质感强一些，那我们也可以直接吹干了以后去做点剪修饰，也是可以的。那我们在这个视频里面呢，我们多样技能呢，可能会对大家学些东西会多一些。耳后的位置拿起来，接着根，打2刀，高角度去除。耳前的地方呢也是一样，高角度去除就可以了。再往上走，拿着片的方式。从内侧打出来，把它发烧。就牙剪打薄一定要小心，一定要用到的是无痕牙剪，缺量15%的。牙剪缺量大了就没有办法去做这个步骤。把所有头发角度拉高，看一下有没有多的，把它处理一下。剪完以后我们会发现整个两边呢是扁进去了，是因为发质很软贴头皮了，就是已经发质是硬的，褪完色以后变得很软。那我们会看到这个头发的形体流向它都有了，它也是一个沙龙中经常会剪到的一款短发。那我们马上就给它去做一个吹风，吹风完以后呢，我们再来做一个干修。OK， 我们这头发呢我们已经剪完，吹风也吹好了，它是一个带一点点这种稍微带点韩式的一个流向的走向的一个感觉，比较短一些。然后我们会看到侧面的流向也很好，然后我会把它这里头发呢夹到的耳朵后面去。那现在我们会有发现一个问题，就头发这里特别的多，还是很厚。那我们现在要做一个干修的处理，怎么样把它的平衡感、美感修好看？那平时出去的时候呢，它也很好打理。我会把它头发前后分开，先不管前面区域的头发，从后部区开始，来头往前低一点，往我这边靠。我会从这里开始，从内侧拿出头发，拿出一束一片一片的出来呢，我们做一下点剪。这种地方头发呢，我们要多去做一下点剪，把它点柔和一些就可以了。来，靠过来。每一边头发都是一样，横向提升。那这样的还原切口的点剪的方式呢，会让头发呢，它的切口呢不容易会剪完以后层次变高。都是用点剪方式去处理就可以了。剪刀一定是垂直进刀。好，你看这样点一下，这个地方就好看很多了。那我们再把内侧这里厚的地方呢，我们可以用剪刀稍微的划一下。因为我们这头发外线我们还是没有用牙剪。继续往上走，这里头发里面头发的剪的会稍微短一些，所以我们这里呢可以多去点柔和一下，就把这拱的地方的亮感尽量的拿掉。
这里都是一样的，就做点剪就可以了。一直剪到我们上圈，到这里时候我们会看到这里多出来的地方，就是我们刚才剪不连接的一个区域。那我们先把内侧都点掉一些，这也是我们要注意的一个环节。每一根头发都要把它去做的比较通透一些，那这个质感就很强了。就是这里可以斜向后，就跟我们那天剪的那个头发是一样的，也是发尾做一点剪就可以了。来内侧再去做通透。这一招呢是我们在修饰里面呢经常会用的一个手法。剪完以后呢，这里头发就会顺畅一些。那如果发现还有印子的话，我们等一下再去处理。那先把这里的亮感先拿掉，不要让这里头发看起来有印子就可以了。很明显的感觉到，经过我们这样稍微的轻微的点剪一下以后呢，这个区域头发呢看起来呢，它就会好了很多，就没有了任何的印子。好，那我们来看一下，这里头发通过我们点剪，这个面就很平缓了。那还是一样的，看到的是这里头发很重，好，这是有区别的，头往前低。用相同的方式，先把后部区呢全部处理好。这也就是我经常讲的一句话，剪得好不如修得好，修饰是很关键的一个环节。如果你今天不用这样的修饰，那你用其他修饰也可以，只是每一种修饰你一定要熟练，一定要熟练它才可以。横向提升，点剪把这个尾巴呢去给它去除掉就可以了。头往前低，我们让模特头呢尽量的要我们剪的那个区域相反的方向低下去，这样子的话呢，它这里控制起来会更好一些。点剪之后，我们怕剪到手的话呢，我们可以利用单边动的一个手法，就不容易会剪到手了。全都是还原我们的剪切口，每一片头发都是还原我们的剪切口去操作。好，头再往前低一些，我把内侧再稍微的滑一下。那用这个徒手剪滑的好处呢，这个地方呢，它不容易弹。这么硬的一个发质，我们做完以后后面还是很服帖的，这个跟我们刚才剪结构是有关系的。拿着片的方式也去做点剪。内侧厚的地方呢，我们在内侧去处理一下就可以了。好，那我们会看到，这样一剪完，这个面也变得很好了。就慢慢来操作，不要一遍把它就剪完。而且剪完以后呢，千万不要让我们头发产生高层次。本来就是比较重的一个层次，等到人剪完以后就往上缩了，就是因为我们这个手法没做好。发廊中不需要会很多种，那我们如果说能把我们这个视频里这几款发型都学好的话，它能解决你很多短发以及那种饽饽以下的头发的长度的一个问题了。你不用去学很多款头发，反正你把那一两款头发剪好的话就已经很好了。什么都要会，什么都做得不精，那就有问题了。那我们也没有把我们所有的发型全部剪上来，我们一步一步来。我们也是根据模特的感觉去做一些属于模特的长度的一种发型的。这全部都是用点剪做镂刻就可以了，一直剪到上去，还是一样，横向提升，垂直点剪就可以了，还是一样。我们再把头发分成片的方式，再去做处理。
那如果觉得厚的话呢，我们会把这里面头发呢再稍微的去搓几刀啊，可以说是用搓啊，其实就是一个抽剪，不要让内侧头发看起来比较多比较厚。好，那我们外线现在可能会看到有一些不干净的，以及这种感觉不是特别好的，我们先不要去动它，我们等到最后的时候我们会用牙剪去调整，也就是我们现在也可以用牙剪去调整。这步做完以后呢，我们会看到这头发呢表面呢会有一些毛毛的地方，我们会用到剪刀往下去平的去磨一下，把这个毛躁的地方呢给它涂掉，不要让我们头发看到有毛的感觉。我们平时在店里也会遇到这种问题，那我们就可以这样去操作了。好，把它倒过去。这个徒手剪呢是平的往下剪，我们耳朵后面这里头发是多出来的地方，我们可以把它分开，把耳后的这个位置头发耳朵往下压，好，把这内侧头发呢去掉一下，把它放下来，就不要让这个位置头发是很多余出来的，这边厚的我们可以再划一下。处理头发细节是很关键的啊，好，这样就不会了，这个面它就收进去了。好，另外一边也是一样。就很多人在处理这个区域处理不好，要么就剪宽掉，一旦这个位置给你剪宽掉，剪成这样子就很丑了，所以一定要留住这里的一个长度，并且呢，把我们耳朵后面这里面的内侧呢，也稍微的就划掉一下，划的很少。划的时候有个动作就是划 C， 把上面头发往后划，把里面去掉一些就可以了，再放下来就 OK 了。好，我们现在可以去把它的一个后部区已去的头发呢，就给它处理一下。这个时候我会坐到凳子上，头往前低，用牙剪去把外线的长度稍微的去剪一下，先剪齐，这样点点去点柔和。好，把这种长的地方我们可以剪短一下，往上走。然后再把厚的地方再用牙剪打一下根，就把这种质感做好。这边也是一样，都打过去，把外线这种虚的地方点柔和，内侧点一下，来到后面这里，然后这种细节我们都可以干了去修，也没必要在湿的时候一直去做，干了以后几下就剪好了。用剪刀可不可以？剪刀也可以，但剪刀有个问题，剪完以后呢，很容易会剪缺掉。好，牙剪部分呢，笔具呢也已经做好了，这样后面呢看起来就很舒服。啊，看完以后后面这个头发呢，它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后脑勺的饱满度。后部区完成以后，我们要想到的是玩侧区。好，打过去。侧区我会站到它的就是它的头型的另外一边来修剪这边的头发，我打过来。对，就我们人跟它有一定的距离感就可以了。把这上面头发拿开，把里面头发梳出来。那我们看到这里头发还可以，但是呢，还并不是我们要的那么好。那我们会把它一片头发拿出来以后呢，高角度的去做剪剪，做柔和。永远记住，只有你把头发剪细了以后呢，它的还原性才是最高的。如果说你随意剪两刀的话，
或者是剪得还不是特别好，压线打的话，这头发洗完头它就毛了，就会翘。每片头发都是可以用这样的手法去做。好，它这里就柔和了很多。继续往上走，自己把角度拉起来就可以了。有些翘的地方我们不用去管它。再把所有头发斜向后，拉上以后呢，把发尾点一下，稍微点一下，在内侧稍微的抽一下。还是一样啊，内侧抽一下。就是。那我们就会看到这里头发的柔和感已经出来了。好，里面头发稍微长一点点。就也不需要去刻意的去把上面头发修得太过于的碎，只要能把头发做出柔和度就可以了。那平时有看到这种感觉就可以了。它耳朵也可以夹到耳朵后面去，上面头发也可以露出来。那很多人就习惯性的把它剪齐，剪齐了以后可能就没这种感觉了。好，这样有柔和感就可以了。另外一边，把头打过来。那这样包包剪的也是我经常会在直播间里就分享的一个手法，相信很多粉丝他们都知道了。这剪不到就不用管它。这一定是把每片头发都给它做好。好，再把我们的分度分好，斜向后也是做点剪就可以了。每片头都是发梢去做点剪，发中去通透的点一下。我们也会看到这个地方很厚，那我们怎么去处理它？是把上面头发拿开，把这些头发呢我们顺着去划一下，顺着划就可以了。不一定说就一定要这么厚了。这把剪刀它是能剪、能飞、能滑的，就不是说只是说只能剪，它也可以就这样飞一下。这一把剪刀它也是蛮关键的。我们会看到这里头发呢，整个柔和感已经有了。我们还是不要打太碎了啊，就是差不多就可以了。那我们这个裁剪呢，我们整个的已经全部完成了。我们会看到这个头发呢，它是蛮柔和的一个流向的一个短发，比我们的波波呢要短啊。然后是这里呢，它会有点空间感。那我们也是平时经常剪的一款短发。那包括它后面的细腻度、柔和感，全部都有了。好 ，OK， 那我们今天这款造型呢就完成了。那我们会看到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纹理流向。还是蛮日系的啊，日韩的感觉，当然也会有点中西的味道啊，还是我们中国的感觉啊。走一圈我们会看到收紧的地方以及鬓角的纹理流向全部都有了啊。OK， 它是一个当下非常多的一款。将雾化作尘埃。